台湾何时回归大陆一直是国内外舆论最为关注的问题。不说大陆民间各种猜测，美国军方将领就经常做出各种预测，其中叫的比较响的是2027年。从现实来看，美军将领的猜测好像是有一定依据的。从经济上看，我们已经逐步取消了惠台政策，收紧了对台贸易，对台湾的一些不合格产品也不再考虑统战影响，而是依法禁止进口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再让部分台独分子拿着大陆的钱去搞台独。从军事上看，我们突破海峡中线已经是常态化，目前军舰、飞机都已经突破到了24海里的毗连区，还连续搞了2次联合利剑环岛军演，甚至最近第3次军演事先毫无宣示，却动用了最大的军舰规模，吓得对面风声鹤唳。而航母、六代机和076两栖登陆舰的问世，也开始让我们有了一种更为乐观的观点，认为要不了多久就会突然启动两岸统一行动，甚至有人将这个时间点预测在2025年1月，也就是特朗普接任总统的时间。其实对于两岸统一的时间点，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。台湾回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这个过程的周期不取决于某些政治因素的变化，或者说某些的策略，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。简单来说，只有当东风压倒了西风，只有在中国综合实力超过美国，或者至少与美国大致实力相当的时候，台湾才有可能回归祖国。毕竟改变台海现状是依靠实力的，实力达不到，那么就很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。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，台湾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这么多年，根本问题是美国的因素。1954年美台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，虽然中美建交后这一条约被废除，但美国仍然以与台湾关系法维持条约的部分功能。1958年金门危机，美军公然介入提供军事护航。1995到1996年台海危机，美国派遣航母战斗群至台海以威慑大陆。2022年因佩洛西窜访台湾造成的台海危机，美国再次表态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6项保证处理问题。什么是对台6项保证？这个保证在国内没怎么宣传，但在台湾可以说是人尽皆知。不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期限，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，不事先与大陆磋商对台军售，不在两岸之间扮演调解人，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谈判，不正式承认大陆对台湾的主权。你看，美国已经在历史上赤裸裸干涉了3次台海问题，而且这么明确的表态阐述了美国的立场，所以我们对未来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根本不能有任何幻想。这也就决定了我们未来要解决台湾问题，就是在和美国 PK。那么我们能 PK 得过美国吗？